欢迎各位来到即时皮肤科。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即时皮肤科最擅长的酒糟肌的治疗。20年来，我们很认真的处理酒糟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就是从一些皮肤破坏的状况，然后经过一些代谢自然的代谢之后治愈，然后这种很堆积很肮脏的东西，慢慢就改善了。从即时皮肤科的角度来看，其实酒糟跟脂漏跟敏感肌甚至祛痘都是一个皮肤发炎的现象。你只要让它重新能够到达角质乳化，然后自然它的情况就会变好。那这种自然情况变好，其实你主要要做的还是垃圾代谢所以用一些像是那个水光像清除就像我们常常给各位看的那个清除地毯的角色一样你让皮肤变水润，然后它正常恢复乳化，它就把一把东西垃圾代谢掉。这就我们经常会拿洗地毯的图跟各位分享其实我们的皮肤本来有自净能力的，然后你乱搞以后，它就有自净能力消失。你叫它重建，不要乱擦，然后你的那个不管是酒糟不管你之前看到的脂漏，都是我们很强的地方。我们这20年来专门在做这个东西，然后这20年来有一些人要去杀螨做什么的，我们其实发现这个东西并不就近真正要做的就近的地方，其实让皮肤的自然修复，它就能够从敏感变为健康。那如果各位对这一段治愈这段，然后真的想要看痊愈的话，我们请各位看下面这2个影片。擦药或者保养品或 anything， 它已经把皮肤的结构整个破坏掉那真皮的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看到很多血管有没有一条条的血管。红斑性狼疮本身酒糟本身，这2个疾病本身血管都是发炎的，所以你在皮肤镜下，不管是酒糟或红斑性狼疮，特别是酒糟，目前已经很清楚知道它会有断续的血管现象，因此当时我们认为它至少皮肤产生了破坏。我们再重申一遍，我没有办法处理你的红斑性狼疮让它变成痊愈，可是我有机会让你的酒糟的临床症状痊愈。然后当你的酒糟临床症状痊愈的同时，你也可以让你的红斑性狼疮比较不会发作。我当时因为来诊所的时候，我的脸已经很痛又很肿胀，很不舒服了。然后因为我有红斑性狼疮，所以宋医师那时候是建议我先不要使用任何什么东西，就是清水还有橄榄油去涂抹我的脸，然后就是油敷那样子。那么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它开始会排出一些异物，所以我的脸更加的不舒服。其实那时候肿得有点像猪头。那但是我就是在每一次的肿胀过后，然后它排出一些异物之后，其实当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退去，我会很明显的看到我自己的皮肤它是有在进步的。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其实在来这边之前，我已经在外面有花了很多冤枉钱，就是一些就是坊间的一些什么就是做脸的沙龙那种就是之类的，然后都没有看到见效，然后越来越严重。那所以说，当在这边我听宋医师那时候讲的方式，这样子用橄榄油，先用白敷的方式，那么还有再加上油敷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方式，我那时候脸其实它就已经开始在进步。那因为接近治疗了一段时间，接近到冬天的时候，真的又干又不舒服，我才跟医师讲说，是不是可以让我用一些产品来缓解我的不舒服。那时候医生才建议我使用那个霜，也是用很简单的东西，因为我已经吃很多药物了，医生不建议我就是再用其他的东西。当时的我的状况，那就是因为治疗好之后，其实我自己有就是懒惰了，就是没有再回诊，因为那时候我的脸它是已经肉眼上看起来它是很正常的，都没有。这样子大概多久？从第一次来到第一次缓解，第一次来到第一次的缓解，其实我很努力的用橄榄油的情况下，大概半年左右，它就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那么因为稳定之后，我就把它就没有再回诊。那我是到2022年就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脸，这次就是真的是因为酒糟，不是酒糟了，就是红斑性狼疮，因为它是整个在脸颊这2侧，那我又再回诊回来，那么我就这次告诉我自己，绝对不可以因为稍微可能快好了，又是有进步了，然后又放弃那样子。那给各位看一下吴小姐当时的所谓的破烂过程，这个是她最原始的状态那治疗大概半年后就变成这样子，你可以发现她的改善其实很多。然后过一阵子她再回来之后，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她如果你回到刚刚那张图，她已经比原来好，可是她会再发
这也是我们在治愈过程中发现的很有趣的现象，它会高低高低高低，可是每次的高会越来越低，每次的低也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无论是从2022年皮肤科共识的角度来看，还是我个人长久肌肤监测的观察结论，降低螨虫密度显然是必要而且有意义的做法。唯一的差别只是你选择杀除螨虫，小心避免螨虱造成皮肤刺激，或是你选择排除毛孔堵塞，降低螨虫数量以减少皮肤发炎。你要决定的就是选择杀除螨虫，或是选择减少螨虫族群这2个不同方向的做法。经过详细分析之后，答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对吧？所以，对于2022年酒糟治疗共识，我的看法是：首先，必须降低螨虫密度，就能降低酒糟症状与严重程度。这是所有人的共识。既然所有人都同意降低螨虫密度，唯一不同的是，你可以选择杀螨的方式减少螨虫密度，同时承担螨虫尸体造成的皮肤刺激风险。因为必须伴用类固醇或抗炎药物，因为药物的使用是避免不了的，这也是为什么杀螨这个行为会成为我跟某些皮肤科医师的担忧。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舒畅毛孔，让毛孔的天然代谢能力重新恢复，以降低毛孔内角质酸的存在，在减少螨虫食物的同时，也减少了螨虫密度。你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别再继续伤害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拥有重新恢复乳化皮脂膜的自然能力。只要皮脂膜重建了，你就可以看到毛孔与汗孔正常代谢。这就是舒适机械的做法。我的个人结论当然是，酒糟患者确实应该降低毛孔内的毛囊螨的数量，但是使用的手段是杀灭螨虫，获得很多螨虫的尸体，然后更多发炎，还是选择乳化代谢排除螨虫，同样减少螨虫密度？究竟应该怎么选择？简直是简单的不要了。